我的那支讲通缩的视频爆火了，后台有不少观众留言问：中国现在不是通缩，是滞胀吧？那今天呢，我就来系统的讲一讲滞胀到底是什么意思，中国现在算不算是滞胀？滞胀的英文呢 ，stagflation，它是一个合成词，停滞，英文 stagnation 加上通货膨胀 inflation。简单说呢，就是经济增长停滞甚至倒退，失业率上升，但是物价却一直在上涨，那这就会是一种非常矛盾的局面。比如，如果你去菜市场买菜，发现呢菜变贵了，你回到公司上班，发现不但没涨工资，甚至还降薪了，而且有的同事还被裁员了。那这种情形呢，就很像是滞胀。那从宏观经济的数据来看，滞胀的特征是什么呢？ GDP 的增速是下行的， 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上涨的， PPI 生产者价格指数是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是上升的，实体经济疲软，那么消费者的购买力是下降的。从个体的经济体感上来说呢，就会觉得东西变贵了，工资不涨，甚至变少了，赚钱难了，生活压力大了。那中国当前的数据是怎么样呢？GDP 呢，我们可以说维持在一个比较平稳的水平啊，5%左右。CPI 呢，不论是同比还是环比啊，都是在下行的。那通常我们在宏观经济学当中呢，用判断一个经济体是处于通胀还是通缩呢，我们是用同比，也就是说，今年的这个月比上去年这个月来看它的一个趋势啊。那环比呢，就是这个月比上上个月。PPI 呢，目前不用说了，持续多个月已经是负增长了。那咱们这一组数据说明什么呢？不论是 CPI 还是 PPI，那么都是在负增长，很低，说明目前中国的整体物价是稳定且略有下降的，说明咱们的通胀压力并不高。也就是说，我们从经济数据上来看呢，不是处在滞胀的时期。但是我看到有的观众给我留言说，苏老师，那为什么我觉得东西贵了？你看我平时买的矿泉水呀、水果呀都涨价了，我的生活一点儿也没感觉轻松啊。这就是所谓的类滞胀，或者说是一个结构性的通胀加结构性的通缩并存的时代。通缩的英文是 deflation 啊。接下来呢，我就来讲清楚这种矛盾的体感从何而来。我举个例子啊，假设我的隔壁邻居叫老王，那过去几年呢，他做投资、炒房、开公司都站在风口上了，所以他的资产翻了好几倍。那老王他喝的矿泉水啊，那都是从意大利进口的瓶装的天然矿泉水。他们家呢吃的水果呀，都是进口的，像什么智利的车厘子啊、泰国的榴莲呀、东南亚的各种热带水果呀。而我呢，一直喝的都是2块钱一瓶的国产塑料瓶装的矿泉水，吃的呢是楼下小卖店卖的苹果、香蕉、梨，都是国产的。那本来呢，我和隔壁的邻居老王，我们俩在消费层面来讲呢，是2个平行世界的人，互不干扰。但是最近这几年呀，风口停了，老王掉下来了，他的投资失利，行业也不景气，再加上家里有2个上国际学校的孩子和一个全职太太，开销大，压力大，于是老王决定消费降级。他们家不再喝进口的矿泉水，也不再吃外国的水果了，他改和苏老师一样，喝国产的塑料瓶装的矿泉水楼下小卖店去买国产的水果。那结果会怎么样啊？你想啊，原来跟我一样这一档享受国产矿泉水和水果的人就这么多，但是社会上像老王一样消费降级的老张、老李、老刘、老周这样的人多了，那对这类便宜货的需求反而暴增了。那矿泉水的厂家看到它的销量从原来每个月的100万箱，现在变成了300万箱，叫供不应求，于是厂家决定涨价。矿泉水就这样从每一瓶2块钱涨到了3块钱。同样的道理这个国产的苹果呢，从原来的3块钱一斤涨到了8块钱一斤。苏老师，我的体感是什么？生活成本越来越贵了。这个矿泉水涨的价格是50%，那苹果一斤居然涨了167%。但是对于隔壁老王，他的体感是什么？他们家原来喝的意大利矿泉水每瓶价格20多块钱，现在降到了3块钱。他们家原来吃进口水果，每周的消费至少300块，现在变成了30块。
老王感觉松了一口气，说还是中国的东西便宜呀。哎，这就是当下这个结构性通缩和结构性滞胀给我跟老王这样的不同群体带来的真实的经济体感是完全不同的。对于曾经的富人老王来说呢，虽然他资产缩水了，但是他消费降级，感觉到物价非常便宜，对他来说通缩的信号非常的强烈。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的普通人来说呢，我的收入也没有涨，可是呢，我日常买的那些东西的生活成本却在上升了，于是我感觉呀，就好像是在滞胀。但是这个时候判断整个社会是滞胀还是通缩，我们看 CPI 就明白了。因为 CPI 统计的是平均的居民消费价格的水平，它包含了我们的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你看啊，我刚才举的矿泉水和水果的例子呢，都算是这个食物这个大类里面的，算是 CPI 的构成。但是除此之外，我们会发现衣服的价格是不是便宜了？原先咱们买一件衣服裤子至少也得几百块吧，但是现在你看啊，这个618大促，我发现很多电商卖的是29.9块包邮，39.9块包邮，衣服的价格都下降了。哎，住价格下降了，这个住啊 CPI 里面的住统计的是租房的价格，咱们的商品房你买卖这个不算是消费指数啊。出行的价格是不是也下降了？打车的人少了，那么网约车的价格也都在下降。一个加权指数的话，那么 CPI 的这个价格呢是在下降的。房子、车子、股票这些呀算资产性支出，但是要注意啊，虽然房子、车子和股票不是 CPI 的构成成分，但是它们是社会经济重要的分维组。啥意思？我举个例子啊，你看，假如我呢几年前买了一套300万的房子，在前些年房地产爆火的时候，那市场价呢可能是1000万，我30万买了一辆车，那行情好的时候，我知道即使把它卖了二手，我也能获得8折的价钱。于是呢，我就算了一下，我的身价已经超过1000万了，那这就会给我非常大的消费信心。所以呢，我去买东西就非常的有底气。但是最近这些年呢，你看房子、车、股票这些社会经济的分维组，资产价格全部在下跌。我那套300万的房子呢，可能市面价呀挂牌只能150万。我的车呢，可能如果卖了呢，也只值10万块。哎，我一算，哎呀，我的身价大幅缩水了，也就100万的身价，那我买东西是不是就非常的保守和谨慎了？那么我在上一期的视频里面已经讲过，通缩时代的特征呢是 GDP 的增长为负 ，CPI 下降 ，PPI 下降，失业率上升，居民的购买力下降。那么其实对于一个国家的管理者来说呢，治理通缩是相对比较容易的，那只要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啊，放水刺激经济就可以了。但是呢，滞胀对于各国的管理者来说都是非常头疼的一种情况，因为一旦放水就会导致通货膨胀上升，而一旦进行紧缩型的财政政策呢，又会拉高失业率。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呀，都发生过真实的滞胀时期，比如说美国，比如说英国。那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一旦进入了滞胀，调整的周期通常可能会达到5到10年，而在滞胀的周期当中啊，普通人是最容易受伤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70年代的美国，因为越南战争开支庞大，加上美元脱钩了黄金，再加上石油危机，当时美国的 CPI 高达13%，失业率高达10%，发生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失业率高企的滞胀的典型的时期。美国政府用了10年，采用了加息加控制财政的政策，才遏制住了滞胀，迎来了黄金发展的后面的20年。经济学当中啊，有一个著名的美林时钟模型，这是由美国的美林证券的经济学家提出来的啊。大概呢就是说，经济啊是一个周期，它像一个时钟一样，是循环往复的。第一个阶段是复苏，然后是过热，然后是滞胀，然后是衰退，其实就是通缩。就像我们的一年四季的春夏秋冬一样。那我们现在是处于哪个阶段呢？刚才我给大家分析过了啊，咱们不是处于滞胀阶段，
那显然呢，咱们也没有处于经济过热的一个阶段。那至于是不是通缩啊，我们用中国官方的观点来看呢，也不是啊。所以呢，毫无疑问，咱们现在就处于一个经济复苏的阶段。如果让我指出来具体的方位，那我认为呢，可能就是在这个位置。美林时钟的模型啊，本意上是想告诉我们啊，在经济的不同周期有不同的资产赢家。在过热的阶段呢，你要去投资商品最牛；滞胀的阶段呢，你就是现金为王，持有货币；通缩阶段呢，债券为王；到了复苏阶段呀，股票牛，股票为王。所以说呢，你看咱们已经处在了这个位置，那我觉得就可以说是黎明之前。我看有的观众给我留言说非常喜欢我在之前的视频当中说的一句话，我也很喜欢。那在这里呢，送给那些还没有听过的朋友们，就是在当下这个时刻，我们要做的不是在冬天里努力绽放，而是要在春天到来的时候，手里还握着希望的种子，共勉。